好，我们来看一下 703F 的外观设计和细节配置啊。整个设计语言的独特性、原创性、辨识度上来看，那一定是一个高分的作品。事实上，如果你和我一样有这种漫画机甲的情节的话，你看到它很难抑制住心中的喜悦，尤其是在看到实物以后，这种体量感、整车的这种流线型的这种线条，有一种动态的机械的美感啊。当然，它也挑战了传统审美啊。你比如说像我二舅、我二叔这样的人，被鸟嘴那种设计语言教育长大，他的接受度上面肯定是没有我来的这么浑然天成，一下子就非常喜欢了。而且要说一下这个外形啊，我觉得它后期的空间是非常大的。你看机甲风嘛，高达各种涂装你都可以堆上去，而且绅士这个车的做工啊，那种精致感、精品感是很足的。镜头拉近大家看一下，装配工艺啊，包括材料一种打磨，你看这种缝隙，对吧？然后以及材料选取上那种加工精度，给你带来的那种触摸上去那种质感。我觉得绅士在整个国产的造车水平里面，其实都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各地的现车应该都陆续登陆了，欢迎大家去看。你去看一下，你见到实物以后，你就会明白我说的这种给你传递的那种感觉，对吧？好，我们还是结合它的配置来给大家看一下。首先看一下这个风挡这个风挡后期空间真的很大。如果你是公路行驶的话，你可以换一个更大的；你要越野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调整，它也是一个电动的调节。正面的灯组非常的夸张啊，灯带呀、射灯呀、转向灯啊，非常漂亮。晚上你把它打起来以后贼亮，而且它设计的一体性很强，没有破坏整车的一个线条然后预留了一个射灯的开关等等。然后这边是原车就带的行车记录仪，然后下面这边还做了一个软的处理就是你在飞坡的时候可以对行车记录仪做一个友好的保护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节约用车成本的一个考虑，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前减是由马祖奇提供的全段可调然后这个开起来以后悬架整个是一个什么样感觉，我们动态部分再给大家来聊一下其实整车的配置结合4万出头的一个售价，我觉得还是挺 OK 的西户提供的刹车对4，然后搭一个浮动盘，然后双碟的，对吧？然后轮胎也是真空辐条轮。尺寸是前90后150，前21后18，当然还有一个19和17的版本供您来选择这个胎可以算是一个全地形胎抓地表现我们也是留在动态的部分来讲刹车的上泵也是由西户提供的其实整个配置我觉得还是 OK 的啦。转到侧面大家看一下整车的这种精致感，包括像漆水板花，这个板花我抠了半天，我发现它还是坐在漆面里面的整体的那个感觉确实不错，后期空间很大我都能想象我现在要贴什么样的一个板花，对吧？迪波威或者高达上去，对不对？然后整车的这个车架是铝合金车架你看着，然后也做了一些外形上面的一个修饰，然后发动机的部分接近白皮整个参数动力表现我们都留到动态驾驶部分去给大家看一下我相信还是很期待的西户提供的这个后刹然后这个车原厂就带大撑的然后包括你看前面底下这个护板颜色上做了一个区分，然后还有水箱这种护板，悄悄看这种金属的质感，还有这种零件就是配件这种加工精度，我觉得都是挺 OK 的你看整车看起来就很整，你知道吗？推荐大家去看实物然后后面的中央减震也是一个多连杆的一个结构然后这个车的离地间隙它是超过200的看起来是205，然后后摆臂简单大方，是我喜欢那种类型然后做了一个加强的一个处理，特别的漂亮，是吧？简约而不简单。这个车我觉得一个设计亮点，尤其是后半部分一定是它的排气管了，是一个高位排气，这边其实是一个防烫的设计但是我离远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和车身这种一体性是不是特别强？就是浓浓的这种硬朗的这种线条，你看很搭的。我觉得很少有国产车把排气作为一个视觉亮点来设计，对吧？然后3缸的那个3个孔你看起来就是非常诱人的那种感觉了。从这个角度看起来，后半部分的视觉中心一定在这个排气管上，然后后刹也是由西户提供的然后我们转到侧面看一下，我这个版本是没有挂3厢的当然这个点位这些都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预留的。而且我想说，这个车挂3厢其实要考虑一下，起码我会认真考虑一下，就是要挂什么样的箱体和整个风格才会比较搭。然后后灯给大家带一个特写镜头，我觉得也是挺精致的，对不对？然后回到那个箱体的问题就不要破坏这种机甲这种科幻的感觉嘛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座位和油箱切角是比较舒适的，对我小花生的照顾也是挺 OK 的。然后这个材质
这种摩擦系数，我觉得也是好的呀。海绵填充很厚实，而且很软，我反复的体验了一下，我觉得这个车不要选，如果它后期为了照顾坐垫，就是座位的话，出一个薄坐垫的版本，尽量不要选，因为这个车你要长途去行驶嘛，对吧？我觉得一个后坐垫还是舒适性的一个很好的保障。然后这个车也搭载了一个单向快排啊，当然这些部分咱们都要动态去体验，到时候给大家做一个报告啊。整车的这种设计感、一致性、精品感啊，硬朗的线条，我觉得都是很好的。然后看一下这个护手它是集合了一个转向灯的，这带来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部分其实是一个易损件了，对吧？你换起来成本肯定是要上升的啊。我当时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会觉得它是不是比较绵软，我就掰了掰，其实还是挺硬朗的，对吧？啊，这就是一个取舍了嘛。当然，我觉得把转向灯放在这里面是很漂亮的一种选择啊。好，转到正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第一视角。首先看一下它的钥匙啊，这是一个感应钥匙啊，还可以啊，造型。整个第一视角看下去还是非常简洁和硬朗的那种处理啊。我们先从这个滑动离合和这手把按键说起啊，其实这一套挺不错的，而且绅士的按键布局就是一个总控制室的那种感觉啊。大小阻尼回弹都没有问题，对吧？这里预留的是一个射灯的开关，包括电动风挡调节都在这个部分，按起来挺趁手的，大小跟我这种手指大小我觉得也是很贴合的，对吧？包括这个反光镜啊，这里还集成了一个雷达，但是要开起来才能看到啊。转到这边啊，轻点就可以开机，然后关机的话是需要长按，这边也有手把加热，好像是3档可调的。那冬天啊，对于北方摩旅的人士，这一定是一个必须的配置，双拉线的油门。还有这种我们刹车的手感都要开起来跟大家聊，我觉得第一视角看下去还是挺规整的，包括油箱22升的一个容积啊，漆水啊各方面，你看这个转折做了很多切面，其实都是一些用心的设计啊，在国产里面我觉得算是挺讲究的一个品牌啊，你看一些细节处，比如说 logo 的露出也是比较克制的，对吧？啊，当然外面比较反光啊，然后这边预留了一个Type C 的一个接口，然后这个按钮是调节屏幕上下的一个物理调节，来对于光线啊这个可视做一个调整啊。外面光太强了，我们打进去看一下它的仪表。开机动画，大家欣赏一下。老实说，这个仪表我体验下来，不管是 UI 的设计、色彩的布局，还有整个视觉呈现上，它没有它外观设计或整个装配制造水平给我们带来那么大的一个震撼。它有一种怀旧的科技感啊，一些页面的布置啊，然后转场动画呀，我觉得没有跟上现在就非常前沿的那种互联网企业在视觉上那种夸张、那种科幻、那种先进那种感觉，对吧？所以在软件层面啊，在人机交互的可视化上面，我觉得依然是绅士可以进步的一个地方。当然，这个仪表其实你用下来是完全 OK 的，车机的逻辑还有反应速度啊，整个布局的合理性，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你看这个面积也挺大的，你在里面换一些主题风格呀，对车辆进行一些控制呀，其实都是挺 OK 的。而且这个车机我觉得是需要学习的啊，因为其实挺明朗的。然后这个膜没有撕啊，在这个镜头上可能看起来你觉得清晰度是差点意思。等一下我给大家带一个细节啊，包括我这个角度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然后它不是装了行车记录仪吗？这个行驶你看一下，在这个上面看起来清晰度我觉得都是非常 OK 的，对吧？如果仪表在 UI 上啊这些能够加强一点，我觉得就更加的 OK 了，对吧？然后这个车啊有磨合期，1000公里以后它会自动解线的啊。因为今天我们店里啊这个车的手续还没有完善，所以我们目前还不能对它的动态方面进行一个体验和报告啊，有点小遗憾。老实说，这个车是我最近看过的很少的，你只静态把玩一下，你就甚至想给到它一个好评那种车辆了，尤其是在国产这个造车里面，你知道吗？能够达到这种精细程度的，或者这个设计语言上能够一下子进入你心坎的啊。当然我知道这有我个人的因素，很大的主观情绪在里面啊，但是整体看下来，我觉得依然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等我们店里啊这些手续啊乱七八糟这些都弄下来以后啊，我再把它借出来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啊动态的体验报告。好，最后我们来听一下声浪。